死丫头还敢挣扎！养你这么大，现在家里揭不开锅，把你卖给牙行换半袋葱粮是你的福气。前一秒自己还带着妹妹在江边露营钓鱼，结果下一秒就掉进了这连续大旱3年的荒年乱世，而且还要面对眼前这群吸血亲戚。别动我妹妹！检测宿主父亲日愿触发，万物垂钓系统正式稳定，凡有水泽之处皆可连通天地水脉，垂钓万物。新手礼包已发放，基础饵料乘1，水域感知乘1。放开他！小兔崽子还敢嘴硬！全村河道都干了，树皮都快啃光了，你俩迟早饿死！把你妹妹交出去，还能换半袋米保你一条命！别给脸不要脸！是啊，俩孤儿活不下去的。这烂泥塘连蛤蟆都没有，还能有啥指望？卖了总比双双饿死强。他们看不见地下的水脉，更看不见藏在死水底下的生机。他们说这是死局，可我的鱼竿绝对能钓出活路来。你们看他在泥塘里钓鱼，饿疯了吧？怕不是脑子也饿出毛病了？这塘里要是能钓出鱼，我当场吃土！丁，垂钓成功，获得野生黄河大鲤鱼，净重12斤3两。鱼，活鱼，这得有10好几斤吧？这破泥塘里怎么可能？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？这么大一条鱼，换半袋粗粮都绰绰有余，够一家子吃大半个月。这要是能弄到手里，一条鱼就乱了分寸，往后我钓出来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多。这乱世的规矩也该换一换了。鱼，这是村里公堂的鱼，就该归我们宗族管！快把鱼交出来！谁敢动？拦住他！都给我上！绝不能让他把鱼带走！小崽子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乖乖把鱼交出来，饶你一顿打！吸血的亲戚是乱世里最先扑上来的豺狼，退让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，一次打疼才能永绝后患。就用系统送的淤泥束缚，给他们长长记性。小崽子，我看你往哪儿！哎，什么东西缠住我脚了？动不了了！不好！小爱千刀的还敢耍混！哎呦！你糟死我的新衣裳！这邪门了！这烂泥塘怎么还会缠人？这小子难道真有什么古怪？哥，你刚才摔那一下没受伤吧？胸口疼不疼？要不要我给你看看？没事，妹妹脸颊虚浮发肿，连站着都脚步发虚，这几天全靠啃野菜树皮硬撑，早熬到了虚脱的边缘，得赶紧给她补补。换旁人钓上这鱼，顶多混个饱肚，可清河不一样，他是医学生，还觉醒了灵域天赋。一条普通的灵鱼到他手里，既能熬出补气血的汤，也能炼出治外伤的药。这本事就是我们兄妹在这乱世里最硬的点牌。哥，你看我脸上的肿好像消下去了，身上也有劲了，不像之前那么虚了。系统钓出来的鱼自带灵气，滋补效果比寻常鱼强上数倍。有这根鱼竿，有清河的医术，我们不光能活下去，还能在这荒年里站稳脚跟。哥，这个能治外伤、消肿毒，还能解野菜里的轻微毒素。荒年里外伤感染最容易死人，有这个就能救很多人。恶亲戚那边绝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今天吃了亏，肯定会带人卷土重来，得提前做好准备。林州，开门！你私占公堂渔获，不顾全族死活，赶紧把鱼和药方交出来，不然我们砸门进去了。就是，藏着窝缩想独吞，黑心肝的小崽子！今天不把东西交出来，我们就不走了，赌到你交出来为止。果然来了，幸好连夜用系统引了暗河淤泥，在院门外的洼地里布好了陷阱。既然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下手更重。还敢摆架子！我看你是，哎，什么东西？这你怎么回事？拔不出来，越动陷得越深，有东西插我脚！救命啊！林州，你敢耍阴招？你这是忤逆宗族，不怕遭天打雷劈吗？赶紧把我们放出来，不然这事儿没完！阴招，昨天堂边已经给过你们教训，是你们自己找上门来找不痛快。
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，这处破屋，村口那片泥塘，从今往后全是我自己的。我和你们林家宗族所有情分，到此为止。从今天起，我兄妹二人生死各安天命，不用你们管，也轮不到你们管。以后再敢上门寻衅，下次泥里缠的就不是水草，是带骨刺的鱼骨。这小子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这邪门的本事，真硬拼下去，我们肯定讨不到好。得赶紧撤，再想别的法子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是你自己要脱离宗族，以后就算饿死在这破屋里，也别想我们来管你。走。宗族庇护，我从来都不需要。在这乱世里，我的救援杆，我的妹妹，我们自己，就是最硬的靠山。隔壁王奶奶家的小孙子拉了一晚上肚子，今早都站不起来了。村里好多人腿都肿着，脚底烂了流脓，也没处抓药。再这么下去，怕是要出人命。大伯那帮吸血的是打发走了，日子能安上2天。可我清楚，这只是开始。这村子里人人都在熬，喝脏水，啃观音土，嚼有毒的野菜，浮肿、痢疾、烂脚病，家家户户都躺着呻吟的病人。这穷地方没郎中愿意来，没钱没药，熬不过去，就是一条命没了。林小哥，清河姑娘，我家娃烧了3天了，能不能求你们行行好，救这孩子吧？大娘，快快请进。昨天他们冷眼旁观，我不怪。乱世里人人自保是本能，但现在他们带着诚意来求活，我有能力就可以拉一把。毕竟孤军奋战，在这乱世里走不远。灵鱼补气虚，药草清血毒，正好对症村里的浮肿痢疾。先救下这孩子，也算开个头，慢慢把人心聚起来。姑娘，这能行吗？都烧了3天了，村里好几个娃都是这么烧没的，我实在是怕了。您放心，鱼补气血，草清邪热，半个时辰就能见效果。奶奶，恩人，二位救我们祖孙俩的大恩人啊！使不得，孩子没事就好。哎，你们听说没？老王家那烧得快没气儿的小孙子，居然被林州兄妹治好了。不光烧退了，拉了好几天的肚子都止住了。真的假的？就靠那泥塘里的鱼？劳烦清河姑娘，给看看我这腿，肿得夜夜疼得睡不着。我拉了3天了，再拉下去就没了，求二位行行好。我负责供货，妹妹负责救人，各司其职，就能多撑住几条人命，能救一个是一个，慢慢攒下人手和人心，才能在这乱世里立足。这个早晚各喝1碗，2天浮肿就能消。伤口每天换1次药膏，别碰脏水，忌口生冷野菜。谢谢清河姑娘，谢谢林小哥，你们真是活菩萨呀！神了，真是神了！我这肿了半个月的腿，喝了2天鱼汤就消下去了，走路都轻快了，可不是吗？我这烂疮本来都以为要烂到骨头里，敷了3天药膏，居然收口了。人家兄妹救了咱们全村人的命，咱们不能不懂事儿。以后这屋子咱们轮着修，这泥塘咱们轮着守，谁敢打歪主意，先过全村人这关。没错，以后林小哥和清河姑娘的事儿，就是咱们全村的事儿。从前村里人看我们有好奇，有嫉妒，有窥探，如今剩下的全是实打实的敬重。乱世里人心最金贵，你救他们一命，他们就肯替你守住这一方安稳。这一步走对了。然而安稳日子没过几天，麻烦就找上门了。林州，这泥塘是村里公产，你凭啥独占？从今天起，这塘归我管了。你俩识相的就赶紧滚远点，不然老子今天就填土平了这破塘！听见没？赶紧滚，别逼我们动手！就是一个孤娃子也配占着这么好的塘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是周赖子，他这是来抢塘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可咱们咋拦啊？这人心狠手辣的，回头报复咱们家怎么办？林小哥怕是要吃亏了。好人缘是底气，但真正能让恶人闭嘴的，永远是硬实力。他想填我的塘，断我的活路，那我就让他看看，这塘里掉出来的不只有鱼。系统，给我切换异兽垂钓权限。
娘呀！救命！别过来！别吃我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怪物啊！你到底使的什么妖术？这怪物是你招来的？此糖归我，谁敢动一下，就喂他。我们走，马上走！马上！我的乖乖，这么大的鲶鱼怪，李小哥也太厉害了，活该周赖子也有今天。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来横行霸道？有林小哥在，咱们村子以后就没人敢来撒野了。经此一遭，村里再没人敢轻易挑衅。我和清河总算是在这乱世荒村里彻底站稳脚跟了。不好了，流民过来了，好几百人从西边过来的，沿路村子都被抢光了，快想想办法呀！完了，咱们这点存粮哪够他们抢的？这可咋办啊？逃都没地方逃。我听说里头还混着山匪，手里有刀，咱们这小村子根本挡不住啊！林小哥，现在全村人的命都系在你身上了，你本事大，可得拿个主意啊！我们都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。流民是乱世里最矛盾的存在，大多是活不下去的可怜老百姓，可被逼到绝路，也最容易变成恶鬼，硬杀不完，也造孽，全收养不起，还容易引狼入室。最好的办法，先立威在施恩，除恶人留良民，为我所用。青壮年全部去泥塘周边，注意到简易土墙，越快越好。清河，你带几个妇人，把药膏和汤药备足，我守在泥塘边，他们敢闯，我自有办法。给我搜，有粮拿粮，有东西拿东西，谁敢反抗，直接砍了！别抢，这是我们最后一点粮食了，求求你们给我们留点吧！滚开！再废话宰了你！找死！想活命的就安分站好，敢抢东西、敢伤人，就喂塘里的东西。怪物！谢谢姑娘，谢谢小哥，我们以为死定了。我们一路逃过来，走到哪儿都被打被赶，没想到还能喝上一口热的。谢谢二位恩人。雪中送炭的恩情最是值钱。这些走投无路的人，你给他们一口饭，一条活路，他们就能死心塌地跟着你。乱世里，人力就是最宝贵的资源。异兽再凶，他也只有一个人，抓了他妹妹当人质。别说鱼和药，这整个村子都得听老子的。都轻点，拿下那丫头，咱们就占了先手。你们站住！这丫头竟然发现了，这点小动作，真的察觉不到。我的手，我的腿！两条路，要么放下刀留下干活管饭管药，要么就下去喂鱼。我们选第一条，我们干活都听你的，再也不敢了。林小哥，我们愿意留下，跟着你干，有饭吃就行。我会砌墙打铁，修农具也在行，任凭差遣，种了一辈子地，汉田也能琢磨出法子种粮，留下能出份力。一场辽民危机就这么消灭于无形，村子的人手翻了好几倍，有劳力，有手艺，有种田的熟手，再加上源源不断的水源、余粮，还有清河的医术，一个乱世里能自保的小基地，总算有了雏形。又涨价了，上个月才300文，这哪是买粮，这是买命啊！有啥法子？全县的粮都攥在张万忠手里，漕运也被他掐断了，外地粮根本进不来，不买就只能饿死。老爷，这月粮力又翻了2成，再这么下去，库房都快装不下银子了。乱世黄金贵，不如粮米香。百姓越饿越得求着我，死几个穷款什么，银子到手是真的。老爷，乡下那对姓林的兄妹最近动静不小，周边百姓都跑去村里换鱼看病，咱们粮铺已经没人上门了。2个乡下泥腿子也敢坏我的财路，不知死活！去，
先散播谣言，搅乱人心，再派人往塘里投点东西。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哎，你们听说没？林州钓的那根本不是鱼，是水鬼变的，邪性着呢。可不是嘛？还有他妹妹那药都是邪术，当时看着管用，过后要烂肠子的。难怪这天一直旱，我看就是这俩灾星招来的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真要是邪物，一家子都得遭殃。还是到了稳妥，命比一口吃的重要。快点弄完，赶紧走。这地方邪乎的很，我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。怕什么？张老爷说了，10成之后赏2斗米，等鱼死了，人吃坏肚子，看他们还怎么嚣张。死鱼！真的死鱼了！难道那谣言是真的？证实的有办？我家昨天还吃了鱼，会不会出事啊？天灾已经够苦了，偏偏总有人为了银子往死人堆里再踩一脚。你想毁我名声，断我生路，那我就掀了你的底，砸了你的垄断饭碗。垂钓成功，获得测毒灵鱼成1，可净化水域，检测百毒。水清了！我的天，这鱼还能净水，这也太神了吧！哥钓上来的鱼肯定没问题，我要让大家亲眼看着。大家放心，塘水干净，鱼也没有毒。要是有问题，第一个出事的是我，大家不用怕。谣言不攻自破。没事儿，鲜得很，喝完肚子里暖乎乎的，舒服得很。缺德！这摆明了是有人故意投毒陷害，肯定是城里那黑心粮商干的。除了他，没人恨林小哥兄妹。张万通，既然撕破了脸，就没必要再客气。你靠垄断粮食坐地起价，我就亲手砸了你的饭碗。鱼肉3文钱1斤，杂粮5文1斗。没钱的拿野菜、柴火、手工物品都能换。实在困难的先欠着，救急要紧。这么便宜，城里粮铺可是800文1顿啊！这不是做梦吧？好人啊，真是活菩萨！我们家都断粮3天了，这下终于有救了，孩子终于能吃上一口饱饭了。人呢？人都去哪儿了？死哪儿去了？老爷都去乡下找那对兄妹换粮了，他们卖的价钱还不到咱们的1/3。2个乡下毛孩子也敢跟我斗，我让他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去，给县衙李师爷送银子，就说乡下有人妖术惑众，私设粮食，扰乱市价，让衙役去把人抓起来。想拿官府压我，没关系，正好借这个机会彻底把这条路走通。乱世求生，光有实力不够，还得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林州、林清河涉嫌妖言惑众，私设粮食，扰乱市价，赶紧出来，跟我们走一趟县衙。是。凭什么抓人？林小哥平价卖粮救了我们全村人，犯了哪条王法？就是黑心粮商抬价你们不管，好人救命你们倒要抓，还有没有天理？想抓人，先过我们这关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不许动手！2位小友，县令大人有请。县尊家的小公子突发急症，危在旦夕，全城郎中都束手无策。听闻2位医术高苗，县尊特命我来请2位出手相救。师爷，这不合规矩吧？我们是奉命来抓人的。机会来了，积食日久，又染了异毒，全毒在肠胃里，老夫们无能为力，准备后事吧。我的儿啊！是积食裹着异毒毒死了肠胃，再拖半日就真回天乏术了。我去取药引。娘，醒了，我的儿醒了。 2位小友救了小儿性命，大恩不言谢。2位有任何要求，本官一定办到。我们不要金银，只求大人2件事：第一，撤走所有衙役，今日之事不得再追究村里百姓分毫；第二，严查粮商张万忠囤积居寡、造谣投毒、残害百姓的罪行，开仓放粮，平抑粮价，救全县百姓。好，本官答应你，这2件事，本官立刻就办。 活该！这黑心肝的赚了多少昧心钱，终于遭报应了。太好了，终于能吃上平价粮了，咱们总算有活路了。奉县尊令，村口泥塘及周边100亩荒地，
正式划归林州林清河名下，官府界案，任何人不得侵占。特许2位开设余杭药铺，免除3年赋税。我从不屑攀附权贵，但官府的名分是乱世里的护身符，有了这层认可，我们做的所有事就都名正言顺。以后再有人想动我们，就得先掂量掂量，能不能扛得住官府的规矩。林小哥，清河姑娘，你们可是咱们全村的大功臣呐！咱们有官府撑腰，再也不怕被人欺负了。从今往后，这村子就真的是我们在这乱世里站稳脚跟的安身之地了。然而不久后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下雨了，真的下雨了！老天终于开眼了，我们有救了！然而没人知道，这场雨居然下了整整7天7夜，瘟疫爆发了。不好，又倒一个！这几天怎么回事？上吐下泻的人越来越多。别提了，东街昨天一下没了3个，浑身烧得滚烫，喘不上气，大夫都没辙。没药了，都散了吧！真有货也不是这价，现在一副药半两银子，爱买不买。怎么会没药？我家孩子快不行了，求求你卖我一副吧。李小哥，清河姑娘，快看看吧，人快不行了，烧了1天1夜都没退。大旱多凉，暴雨生疫，天灾从来不会给人喘息的机会。我本来只想守着妹妹，守着村子过日子，可看着成片倒下的百姓，我做不到视而不见。我们有药能救人，这担子就得扛起来。清河，动手吧，咱们开棚祭诊。哥，我配药方，你备个药材。系统，全域垂钓模式全开，有多少钓多少，救人要紧，多一份药材就能多救一条人命。轻症用防疫汤3味主要按比例熬，重症加解毒灵里的鱼胆浓煎，外用消肿膏鱼油配药草熬到凝固。千万记准，顺序不能乱，这能救命。大家不要急，排好队，都会有药的。清河姑娘，歇会儿吧，你都1天1夜没合眼了，身子会熬坏的，先喝口粥垫垫。还有几个重症没稳住，等这轮针施完再说。救人要紧，一个供货，一个救治，他撑得住，我就撑得住。兄妹俩齐心，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。谢谢2位恩人。开门啊！求求你们开门，让我们出去找林小哥治病。再不开门，我们就要死了。吵什么吵？瘟疫是邪祟，放你们进来传染了贵人，谁担待得起？在宣华按通敌论处，弓箭伺候。是我县城。为了一己私利，连百姓的命都能当筹码，他们以为关上门就能困住生死，简直可笑。医者无界，救命无门，里面都是人命，不是你们争权的筹码。开门放人求医，谁敢阻拦就是草菅人命。开门！快开门！别惹他！快放百姓出去！惠民相贤，2位恩人受我们一拜。谢谢林小河、林姑娘，救了我们全县人的命。这哪里像闹过瘟疫的样子，简直是世外桃源。医者仁心，竟能将一县之颓势生生扭转。林家兄妹真乃神人也。此等功勋，必当800里加急上报京城，为尔等请功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林州林清河荒年济世，抗疫安民，功在一方，赐惠民乡贤匾额，赏良田1000亩，准安置流民，开设商行药铺，官府一体庇护。钦此。草民领旨谢恩。哥，我们真的做到了。从当初差点被卖掉，到现在有了这么大的地方，还救了这么多人，像做梦一样。从只是求自保到济万民于水火，这条路走得难，可走得直。乱世里的名分和底气，我们靠自己挣来了。
城主，前面就有水了。哥，你看他们，就只是想活下去而已，怎么就这么难？我们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家？救一时之急容易，救一世安稳难。一碗药一碗粥只能救1-2天，给他们田地活计，才能真正活下去。好，那就建，咱们给他们一个家。朝廷赏的1000亩地正好能用，就从今天开始动工。东边临河地块划良田，先开水渠；北边背风处建民居，1排10户留过道，中心位置留出来建医馆和学堂。是。有了活泉，就不怕再闹旱荒。水源不断，这据点的根就稳了，往后天灾人祸都有底气扛。医馆分3块，前面诊疗区，中间制药区，后面留3间隔离房。以后你们跟着我学认药、敷药、治外伤。以前逃难的时候，做梦都不敢想能有这么一天，有活干，有饭吃，娃儿还能读书，可不是吗？跟着林小哥和清徐姑娘，才算真正活成人了。林姑娘，这个月的药膏和五补丸，周边招县批了大半，卖的银钱都换成了种子和农具，已经入了库。今年头茬谷子收得不错，加上水产储备，再闹半年灾也够吃。多余的水产卖的钱，足够贴补学堂和医馆。你看，下面的灯火，像不像星星落在了人间？刚穿越的时候，我只想护着清河活下去，以为钓鱼只是活命的本事，没想到这一竿鱼竿竟能钓出万千百姓的活路。